要不要出口杯？比赛有谁？很多厉害的呢。我们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身体。在地球上，我们说同一种语言。棒球让梦想无碍，创造平等的梦想舞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要来看到的是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对上身障战神棒球队黑队的比赛哦。那今天是2025年8月17号，我们来到台北新生公园的棒球场，要来看到这是 B 组预赛的最后一场赛事。那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社团法人台湾女子运动推广协会的陈心怡教练来担任球评，还有我林志武以及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来为大家服务。教练你好。嘿，您好，您好，志如你好。好，那这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第11届出口杯棒球赛的第2天的赛事。现在要看到的是 B 组预赛的最后一场，由战神身障棒球队黑队来对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在昨天8月16号的比赛当中，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是以3-17，稍微可惜的输给了云豹听障骑士。那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先发打序。第一棒刘元柔，再来詹成宇、简宇彤、陈昭莹、易胜伦、陈真燕、杨永玉、焦新维以及刘义轩。这场比赛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的先发9人。至于身障棒协战神黑队的先发守备位置，先发投手朱广林搭配捕手杨孙兴，一垒手许修贤，二垒手张凯翔，三手卢明仪，游击手吴建维。三位外野手从左至右分别是徐耀俊、陈志伦以及郭成祥，这是身障棒协战神黑队的先发守备位置。这边就是来看到战神黑队的先发投手哦，背号42号的朱广林选手。那当然，这个整个出口杯，其实战神身障棒球队的黑队一直实力都相当不错，在去年的比赛最后也是拿下了这个的冠军哦。对，那个战神黑队一直都是很受关注哦，然后他也是主体，也是比赛的主体。那这两队都带了1败的经验，到了今天来哦，今天就是一个厮杀，进到决赛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对，必须要来看谁能够抢下这个 B 组的最后一张的晋级门票。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身障棒协战神黑队对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哦。这里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站上打击区的是第一棒背号19号的刘延柔选手哦。这样一开赛球数是形成1好1坏。这边一开始控球是稍微头比较开一些哦。可能还在测试好球带的宽度。是。好，来了，投进来了。是，这球就塞得蛮准的哦。当然，以今年出口杯就是个多元族群的情况之下说，我们是有看到所谓身障棒协的球队以及女子棒球队一起来比赛。现在看这球打进场内，三手接到之后传向一垒，哇！但这边一个弹跳之后，并没有办法顺利的接近手套。像一举上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的进攻一开始就有人上垒哦。再透过重播看一下这球，三垒看起来 OK 哦，那可能在
软球的弹跳上面真的是不好掌握。是，对啊，大家就是在对软球的掌握上面都是非常需要经验，而且还针对场地，然后那个力道、旋转度都会有不同的结果。是，其实刚刚接的确实相当的漂亮哦，第一时间往前处理，正面接球接的相当不错。那现在一垒上有跑者，打击轮到第2棒背号65号的詹成宇选手。哇，这边又打到往右半边方向，不过是出了界外哦。感觉起来今天悟空对于那个击球的掌握度就会比上一场更好哦。是，他们在昨天的比赛对到云棒听障骑士棒球队，这个分差稍微大了一些哦，是以3-17吞下败仗。就看今天进入第2天的赛程，这边稍微做个牵制哦。现在投手背号42号战神深藏棒球队黑队的朱广林球速上取得良好灵活绝对的领先优势。这球也打进场内，三垒方向一个弹跳之后传2垒已经来不及了，但这次传向1垒一个弹跳是没有问题。这一球其实比刚刚那一球更难处理了，对啊，他处理得非常好。是。背号07号的卢明也有3垒手，刚刚这球处理，而且在前一次一个弹跳稍微比较难掌握情况下，经过修正，刚刚就传得很准哦。真的，弹跳的都拴进去了。是，继续打击轮到简宇彤。哇呀，这球稍微内侧是砸到选手身上哦，形成了触身球保送。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哇，刚好削到了背后的位置，但好，毕竟是软球啊，看起来身体应该是没有问题哦。也让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现在1局上半1人出局的情况之下，就攻占了1、2垒，打击要轮到陈昭莹选手。一开赛就有得点圈有跑者的机会。持续都有好球，投手其实非常稳定。对，现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哦，马上塞了一颗好球进来。虽然说刚刚是投出了触身球，但也随即回稳。不过这球稍微还是偏差多了一些，但捕手也算是接得蛮漂亮了，刚刚好接进手套当中。一局上半1人出局，1、2垒有跑者。哦 ，nice。朱广林又塞了一颗好球进来。球速上形成2好1坏。外角低，这边成功钓到打者，在1垒跑者的情况之下，朱广林先是用3振再抓到这个半局的第2个出局数。啊，这个应该是被骗到了哦。打者挥空之后也是笑了一下，因为偏差是有点多，真的是比较外侧啊，真的比较外侧，很想要攻击。是。好球！去打击轮到背号39号的易胜伦，哇，他有个蛮响亮的外号“林口詹子贤”。对，根据先前大会提供的资料，有他的一些访谈的故事啊。
那蛮期待他这个打击的。这国小是田径队的选手，后来到了大学才开始有打棒球。那当然更不容易的是，现在可能在出社会之后，能够加入到女子棒球队哦。在整个女子棒球目前业余球队里面哦，成人队啦，目前成人队的营运里面，悟空算是一支相当整齐也相当年轻的球队。对，所以大家都在大学开始，然后大学毕业后这样子相当不错的年纪跟体力。是啊，身形招收的选手的身形啊、跑步速度啊、运动基本能力都是蛮好的，所以他们的战绩其实提升的蛮快的。是。所以以目前女子棒球来讲，可能现在国内也是有一些蛮多的，有一些专门的联赛在进行筹备，在进行当中这样子吗？目前的话，先来看这球，哇，打得很扎实，打到外野后面。这里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在1局上半要现在抢下分数了。哦，真的有詹子贤，哇，林口詹子贤就是不一样啊！真的。在得点圈跑者的情况之下，敲出了一支长打，帮助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在1局上半先持得点。左外野手其实他的判断也是蛮好的哦，因为这一球在他的侧身后面，其实很容易就弹超过他了。是，弹超过他那个伤害就更大。是。现在2人出局。悟空球队现在2-3垒跑者，但这球打高了，哇！但捕手并没有办法成功将球给接进手套。这是战神黑队背号63号的杨孙兴选手。哦，软式球还有一个就是特色，就是它球比较轻，然后打击后它的变形幅度比较大，所以对于捕手的挑战其实也是更高的。所以常常看到其实都可以接到的都弹出来，这是非常常见，所以对捕手的挑战性真的是比较高。好，刚刚是擦棒球之后有碰到捕手的手套哦。这边也是再次补充说明，我们这次出口杯有所谓的友善规则。你投手球投出去，后续只要捕手不管是手套或是护具，是不是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有碰触到球，即便球有出现爆头的情况之下，那垒上的跑者还是不能进垒的。球数来到2好1坏，2人出局，2-3垒有跑者。稍微低了一些，对，打者也选得很棒哦，这球成功选掉。背号81号的陈真燕选手，2好2坏。哇，但这里稍微修正之后，主审拉弓。有点可惜，确实。对，这边朱广林是用3振拿下这个半局的第3个出局数。不过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在1局上半就靠着一支关键长打率先抢下分数，现在来到1-0的领先。
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先来看到身障棒协战神黑队这场比赛的先发打序，第一棒卢明仪，第二棒杨孙兴，在陈志伦，第4棒许修贤，第5棒徐耀俊，第6棒吴建伟，第7棒朱广林，第8棒张凯翔，以及第9棒是郭成祥。至于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的先发首位投手简玉彤搭配的捕手是陈真燕，一垒手焦欣为，二垒手詹成宇，三垒手刘玉轩，游击手陈昭莹，左外野手是易胜伦，中外野刘延柔以及右外野手杨永玉。那在刚刚一局上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是率先抢下分数。靠的就是有林口詹子贤这个称号的易胜伦啊，敲出一支关键的长打，为团队率先先取得点。不过以身障棒球战神身障棒球队黑队的实力来讲绝对是不容小觑了。毕竟在去年是拿下出口杯的冠军。就来看团队率先有先抢下分数的情况之下，桃园悟空的守备表现，尤其先发投手简玉彤，现在有着1分的本钱，有没有办法在投球一开始就有相当良好的进入状况啊？好，现在一局下半。哇，感觉相当不错，第一球塞得很准哦。哇，这边战神黑队的球员卢明仪也是频频点头啊，确实是个好球。哇，第二球感觉是塞在好球带的位置，不过打者是打击形成擦棒的界外。哎呀！但这球投得过于内角了一些，这边也是投出了触身球的保送，有点可惜，有点可惜。这边让身障棒协战神黑队一局下半是靠着触身球保送率先上垒。再看一下这颗慢动作重播，哇，刚刚好打在了左边肩膀的位置哦。对。连续打到3个人，是，今天有2颗星也插到了捕手跟主审的身上啊。对。刚刚我们球评陈教练也有提到，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算是比较年轻的队伍，我看到资料是说是2020年成立的。对啊，相对女子棒球已经走到20多年哦。是，对。所以他们2020年，我们是2001年成。哇！先来看这球，直射左边，出去了，左外野方向的2分炮。哇，左边大墙直接飞过。哇，这里炸裂了一发全垒打。哇，非常惊人哦。那我昨天其实悟空结束以后，有稍微问一下他们也是对于他们战神能够直接直冲全垒打墙外的全垒打非常的惊艳。背号63号的杨孙兴，在一局下半直接把小白球送到了左外野全垒打大墙外，要扛出一发2分炮，现在一口气帮助战神黑队逆转比数，来到2-1的领先。哇，再来看一下这球，哇，整个击球的 power 非常的强劲啊，毫无悬念，轰出一发2分炮。哇，这球也打高了，来看有没有守备的机会，但最后球是在界外落地。现在打击的是战神黑队背号27号的陈志伦选手。
球数一好一坏。这边稍微外侧了一些。这边来看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的先发投手简雨桐哦，虽然说刚刚挨轰，哇，这球感觉打得很强劲，但是拉得过头了一些，是形成左半边方向的界外球哦。我刚刚还想说，挨了一个全垒打以后，他会不会比较紧张，不敢再往内投？看起来也不会哦，那真的是比较好的心态。对，球数来到2好2坏，这球走外角，想要引诱打者，但并没有成功。哇！现在是这球位置是偏差多了一些，内角差点又打到的打者身上哦，不是形成了4坏球保送。这边简雨桐在挨了一发全垒打之后，又投出了保送哦。这边是希望他能够及时找回状态。这边做一个牵制，还是挥得很猛烈哦。刚刚这个挥棒，他应该觉得蛮可惜的，因为直来哦。对，背号00号的许修贤选手。哇！这边又打向左外野，来看一下位置，好出去了，应该是界外球，没有吧？其实差一点点有守备的机会哦。但最后是形成界外。那也让简雨桐现在球数上来到2个好球没有坏球绝对的领先优势，就看他能不能把握哦。稍微外角低偏差多了一些，没有办法调中打击的许修贤。再做一个牵制，哇，其实看得出来，简雨桐身为投手，这个基本功也是相当不错。刚刚这个转身牵制的动作也是相当的流畅漂亮。这球打击出去，但在内野上方的飞球，哇！但接到之后弹了一下，弹了出来。不过这里要再抓往2垒上的跑者是来得及的。也抓到了第一个出局数。刚刚主播有讲到，就是女子棒球联赛哦。是。那目前我们已经有办了，今年也已经开打了女子棒球联赛。那我们打的是硬式哦，是正规硬式棒球。所以软式他们来参加这个出口杯，他们是有特别再花一点时间来熟悉一下，是。那看起来可能对软球的掌握度真的是不这么容易掌握，没那么快。对，因为刚刚我们陈教练有提到，这个软式，尤其像这种球打出去，它整个变形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对，就是接到手套内的触感，其实也有一些差异。那硬球比较重，是，所以比较扎实，手里比较有感觉，接到的感觉。那软的时候很容易真的打到旁边的部位，是就弹出来。哇，这边硬手单手捞了出去，左边方向，哇，这边左外手是成功接近手套当中啊，易胜伦这次的接球就非常的漂亮，没有问题，2人出局，移动蛮远的一个距离。
现在2人出局，打交轮到背号17号的吴建维。是位右投左打的选手。这边偏低是让打者挥空，球数来到1好1坏。稍微外侧了一些，现在一局下半2人出局，在一垒上是刚刚敲出内野飞球，靠着野手选择上垒的许修贤哦，最后打向一垒方向，一垒手接到之后自踩垒包，3人出局。不过在一局下半，战神黑队是靠着杨孙兴的一发2分炮，我现在逆转比分，取得2比1的领先。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场由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对上战神黑队的比赛哦。第一局打完，两边是有来有往啊，尤其刚刚一局下半，我们身障棒协的战神黑队是炸了一发2分炮，现在是2比1领先。现在来看到2局，应该是2局上半哦。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的进攻，这个半局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9号的杨永玉。战神黑队这里持续投球的还是先发投手背号42号的朱广林。哇，这球塞得蛮准的。第一颗好球的几率真的都蛮高的。是刚刚前一个半局又有跟我们陈教练讲到，像是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算是我先来看这球，哇，打向外野，刚刚落地形成安打，而且这边出力稍微落了一下下，不过最后打者是留在一垒。哇，这边两边攻势是真的有来有往哦。真的。悟空队这边第一位上场的杨永玉马上就敲出安打。就是两边调整的真的都很快哦。第一场吸取教训以后，这一场真的是打的都非常好。是，再来打击轮到背号24号的焦新维。
现在没有人出局，就有队友攻占一垒哦。哦，好球！但也确实，就像刚刚邱平成教练有提到，战神黑队的先发投手朱广林，在一开始的抢好球的能力是蛮不错的，真的。哦，这球打进来，三垒手接到之后，往二垒应该是来不及了，传往一垒一个弹跳，还是抓到打者。哦，不过这边跑者持续往三垒来推进，但被抓到了，是有一点冒险啊。对，这里非常积极的跑垒哦，但稍微比较可惜。背号9号杨永玉刚刚扑向三垒，但是还是被 take 到了。也算是一个出其不意的战术哦，因为一般确实不会在这个距离或这个状态下就再冲垒。再来看一下这球的慢动作重播，哇，这里这个弹跳一垒手背动作抓得相当的准确，而且也及时有看到跑者往三垒推进。那现在是变成垒包清空2人出局了。打劫轮到98号的刘义轩，但刚刚就稍微比较可惜咯，因为原本又是桃园悟空这边又是有攻占2垒，至少有站上得点圈的机会了。但也比如说刚刚的跑垒是非常的积极，哦，这个就敲进来三垒方向。哇，接到落了一下，再传往一垒，哇，已经来不及了，速度很快啊，跑者速度很快。刘轩这边是拼出了，应该是拼出一个内野安打哦，非常漂亮。再来看一下这球，哇，确实打出去之后，马上就非常积极的、奋力的跑垒。一点点瑕疵而已哦，没有什么重大的瑕疵，所以真的是跑垒速度相当快。对，那刚刚战神黑队的一垒手许修贤哦，哇，也是劈腿，但最后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住哦。其实就算整个接住时间上，应该也是来不及，对，因为刚刚真的打者的脚程算是相当的不错。现在2人出局，悟空队又攻占一垒垒包，这是打向游击方向，哇，这边3个弹跳之后，顺利掌握3人出局，结束了桃园悟空在2局上半的攻势，战胜黑队，这里保有2-1的领先。
欢迎再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及多元族群棒球赛。现在这场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对上身障棒协战神黑队的比赛来到2局下半，战神黑队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他们的先发投手背号42号的朱广林。哇，刚刚这个擦棒球，直击主审的那个喉咙。主审裁判也是辛苦了哦。对。感觉这个冲击力是蛮大的哦，蛮痛的。我这边有看到场边这个是有带跑的球员哦，哇，带跑最后是顺利的上到垒包，是背号11号的朱广杰。这也是属于我们出口杯的一个特殊的友善规则哦。让战神黑队在2局下半没有人出局，开始就有站上一垒垒包。好，场边这里还是有带跑的球员在旁边准备。这个选手凯翔哦，是凯翔，他是长大以后，大学以后才开始肌肉萎缩。是，对。背号46号的张凯翔。对啊。每次看到他挥击一下，然后就摔倒，但是又一直在爬起来，很努力，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是。当然，这也就是我们整个出口杯身心障碍多元族群棒球赛哦，非常也是真的是一个很有特殊意义的一个比赛，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来享受这个棒球运动的乐趣哦。对，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然后花很多时间，等于从0开始，那个0跟1中间的距离其实真的蛮远的。对。现在打击是背号45号的郭成祥选手。球数上是投手暂时取得领先，2好1坏。悟空队这里持续投球的还是先发投手简宇彤哦。哇，这里偏低捞起来。接到之后，先抛向2垒，成功抓到了往2垒跑的跑者，但要抓1垒是来不及了。再看一下这球的慢动作重播，这边抛向2垒没有问题，但时间上要想抓1垒是来不及了，稍微可惜了一些些。没有办法形成双杀。软式跟硬式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哦，就是因为它软式的弹跳，刚刚说了球的不规则，所以它弹比硬式慢很多。是，所以跑者其实能够跑的距离其实就会比较长、比较快速，就抵达垒包。是，哇，这时候卢米扫向游击方向，接到之后一个弹跳，但要再传往2垒，这里又是砸到了，没有办法顺利的完全接近手套当中哦。不过后续补位算是蛮及时的，并没有造成垒上更多的推进。这球确实打得比较强劲一些。再看传往2垒方向的时候，
是稍微传偏了一些了，也让战神黑队在2局下半2出局的情况之下，现在是攻占了1、2垒。2垒攻防真的是一个比1垒还困难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你那个黄金2游多么的难得，那个守备默契。哇，这边要稍微注意喽，因为打击是轮到背号63号的杨孙兴，他在前面第一次上场打击的时候就轰出了一发左外野方向的2分炮哦，印象深刻。现在2局下半又是垒上有跑者的状况。这里简宇彤也是稍微投的开了一些啦。球数来到1好3坏，哇，这球小心！来看一下位置，哇，球是界外哦，界外。这球也是拉得相当的猛哦，打出去的气势非常的惊人，瞬间心脏都停了。对，但这个拉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最后是形成了界外。现在就是考验投手的心脏大颗程度。对，现在球数满球数，啊，稍微偏低啊，形成了4坏球保送。简宇彤这里是蛮懊恼的哦。对，感觉应该投出去，并不是自己有预期的结果，可能是有稍微手腕扣得太多了一些哦，球其实是提前落地的情况。我觉得多少还是会被刚刚那一球有一些影响啦。是，对啊，内角高球对他们的掌握度来说是掌握的非常好。是。现在形成蛮累的局面，2出局打击轮到陈志伦。就是不管是1局下半的2分炮，或是刚刚那个，应该就是界外全垒打，都让人印象深刻。对啊，对投手来说，那个心理压力还是会，等于你内角那一半都不能丢了。是。1好1坏。这个外角低是成功调到了打击的陈志伦哦。现在球数上是投手简宇彤取得领先。这一次的出口杯场边也是特别有应援团来应援加油的部分，让场面更加热闹。这球其实蛮接近好球带的哦，对，投得非常的精准，但最后主审并没有捡，形成2好2坏。哦，蛮累哦。哇，这边是让陈志伦挥棒落空，简宇彤自己来化解了满垒的失分危机，让战神黑队留下满垒的残垒。不过目前前2局打完，他们还是2比1，有1分的领先。精彩，真的很精彩的对决哦。
欢迎继续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场由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对上战神黑队的比赛。在前一个半局，悟空的先发投手简宇彤在满垒的危机下投出漂亮的3振哦。现在比赛来到3局上半，桃园悟空的进攻。要轮到的是背号65号的詹成宇，面对的投手还是身障战神黑队的先发投手背号42号的朱广林。这就打向一垒方向来看，一垒手接到之后自踩垒包，背号00号的许修贤顺利抓到了这个半局的第一个出局数。再来打击就轮到背号51号的简宇彤。前一个半局投球虽然说是面临了满垒的失分危机但最后投出了相当漂亮的3振。现在1分的差距来看，有没有办法自己帮自己来制造个机会？对，制造得分的机会哦。这里内角低稍微再选掉。球数来到1好1坏，哇！刚刚这球其实投的位置也不差哦，稍微高了一些些。对。现在捕手的进展，大家那个 framing 都做得蛮好。对，刚刚有看到捕手这个 framing 的动作做得相当不错。是一个擦棒接过来，球数到2好2坏。呀，偏低，这球简宇彤是挥棒落空，2人出局。这边身障战神黑队先发投手朱广林又飙出了一记的3振。整个挥击动作的姿势都是蛮完整、蛮好的。是，但那球是确实偏低了一些哦。对，就是后段有掉下来。早期女子棒球在发展的时候，在那时候棒球就是科技进入在棒球这个产业也比较少。土法炼钢，所以你在女子棒球比赛里各种姿势、各种样貌其实都有。是。那现在大家练习的方式多了，然后更精确了，然后强求力量跟使用，那你就会看到从社区上来的一些小朋友，真小时候开始打、开始练的那个姿势，都跟职业水准的选手其实都是蛮不错的。是。这球打进场内3垒方向，哇，是个界内是个安打，车步边安打。这边背号16号的陈昭莹是敲出安打上垒，哇，确实就像球评教练刚刚有提到的刚刚确实整个挥棒的动作也是相当的确实完整。就是一个练习的进展。女生一开始真的球打到，然后我能够把它击出，稍微击远一点，有点力道。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好上更好了就是在姿势的调整，然后让进步的幅度更大。是。那现在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3局上半2人出局，攻占1垒垒包，打击又轮到背号39号的易胜伦，也是在前轮
帮助球队打下分数的选手哦。来看林口詹子贤有没有办法再发挥詹子贤的能耐哦？有摇屁股，我刚刚还想说少了个动作。对，这是我们中信兄弟的球星詹子贤招牌的摇屁股打击动作。哦，这球拉向左半边，但是形成界外。这力道都真的都蛮好的。对。而且感觉得出来，刚刚那颗球的位置就是易胜伦原本就已经设定好要锁定攻击的球路了。不过挥棒的时机是稍微太早了一些，形成界外。哦，这球偏低，再选掉。突然来了一个慢的哦，打者也真的有吓了一跳。如果能进好球，打者可能会被冻结在那里。是。还是投的稍微开了一些，偏外侧。先做一下牵制，在一垒垒包上是刚刚敲出安打上垒，背号16号的陈昭莹。这球主审是举手哦，捡了起来，让球数形成满球数哦，2好3坏。易胜伦的打击，哎呀，偏内角的位置，结果是挥空。就是三振出局结束了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这个半局的进攻，这球稍微可惜了一些。对，球进垒点高了。是3局上半结束，还是有身障棒协的战神黑队保有2-1的领先。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场由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对上身障棒协战神黑队的比赛，要来到3局下半。这边悟空女子棒球队的
场上投出的还是他们的先发投手背号51号的简宇彤哦。战神黑队在这个半局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00号的许修贤。哇，这又是一个擦棒，又有打到主审的状况。对，今天主审也是稍微比较辛苦了一些，辛苦一些，蛮多擦棒球都有弹到他身上的哦。球数来到1好2坏啊。稍微偏低，游击方向向前接到之后，传往一垒，来得及，还是来得及，非常漂亮的手背啊！他出手的时候感觉比较高，我还以为会来不及了，结果还是抓得到，真的是不错。再来看一下这球手背的重播，哇，其实光是区前这个接球动作就做得很到位哦，再传向一垒也是来得及的。1人出局，哇，这球打向左半边，哇，形成是欧巴的长打了。背号31号的徐耀俊，这球挥棒速度非常的快哦。对，刚刚看一下他是单手嘛，单手打击，右手打击而已。非常的不容易哦。再来看一下这球，直接打向了左外的深处，形成一支长打，让3局下半战神黑队在1人出局的情况之下，攻占到了2垒得点圈。这局打击轮到背号17号的吴建维，这球切起来打高了，不过并没有办法有守备的机会，是个界外飞球。球数上形成2好0坏，投手绝对领先。可以看到，现在在打击区的吴建维，基本上这样也会是以单手挥击为主哦。哇，这球又是打高了，一垒方向。哇，这球接到稍微弹了一下，最后没有办法确实的接杀，有点可惜，有点可惜。是，就像也相当懊恼。也就像我们球评教练在前面就不断有提到，因为是软式棒球的关系啊。对，那个球接到手套里都还在旋哦，就是它变形以后，然后那个旋转一直到手套里都还是旋转，是比较机会比较大，弹出来真的是比较容易。刚背号24号悟空的先发1垒手焦兴伟是稍微可惜了一些。那现在打击轮到朱广林，那他会是有在旁边是有带跑的球员。3局下半1人出局，1、2垒有跑者的情况。现在又要来考验桃园悟空的先发投手简宇彤哦。前一个半局也是面临满垒的10分危机，最后投出3振。来看这球打高了，还是个飞球用，对，很好很好。这里投手自己下球处理，确实接近了手套当中。2人出局，
一样是1、2垒跑者。哇，第一球就做进攻，但是形成了擦棒界外。打击的是背号46号的张凯翔，也是有启用代跑的球员哦。那我们球评陈真前面就有提到，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他奋力打击的模样，确实真的很激励人心哦。就是不好站呢，连站都不好站。对，这确实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不过这边稍微内侧是挥棒落空，3振出局。必须说，悟空的先发投手简宇彤，连续2个半局都有失分危机，但最后都用3振来成功化解，投的相当不错。对。欢迎再回来，继续跟着直播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现在比赛要来到4局上半，这场由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跟身障棒协战神黑队的赛事哦。那战神黑队在前面2局下跟3局下都有非常好的得分机会，但最后都没有办法顺利抢下哦。对，投手最后都用3振结束哦，是一个很厉害的表现。是。现在就来看悟空女子棒球队在4局上半的进攻，在打击区的是背号81号的陈真燕。在良好球的情况之下，来个外角偏低。战神黑队这里持续投球的还是背号42号的朱广林。除了在一开赛就遇上乱流之外，后续的投球表现也是相当的可圈可点。这球扫向左边方向，打得相当强劲，是一支穿越安打。背号81号的陈真燕，在4局上半一上场就超出安打上垒，也为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这个半局的进攻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哦。
第一棒就上垒。继续打击，轮到背号85号的庄若璇，这应该是在前个半局在手背上有替补换上来哦，所以这个半局是持续来做打击。哇！这球打进场内，投手正面的滚地球是选择抓一垒，不过还是有达到推进的效果。刚刚陈真原本在一垒上的陈真彦是成功的上到二垒。就是以朱广林这位选手来讲，他要自己下抽处理是稍微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因为其实他在打击的时候是有做带跑球员这个选项的，对，所以在移动上是会稍微比较不方便一些，比较吃力。但刚刚整个下抽处理还是能够抓到打者。再来，悟空女子棒球队打击轮到背号24号的焦新维，一人出局，得点圈有跑者。这球内角的位置刚好落在好球带上啊！这边捕手回传，头部之间也稍微笑了一下哦。朱广林刚刚也是笑了出来。捕手这里也拍一拍自己啊，表示确实回传并没有传得很好啊。哇，这边是选择传二垒来做牵制。但并没有抓到在二垒上的跑者。球数1好2坏。哇，这边内侧是砸在了焦新维的身上，是一个触身球保送。当然，这也绝对不是故意的哦，也是马上脱帽来致意一下。这局投手朱广林看起来那个控球上面跟前几局直接都可以先抢下好球数，好像是不是体力上面或者是有一些策略上的不同？是，当然确实，毕竟以现在的外面艳阳高照的情况下哦，这个室温显示应该是绝对是超过30度哦，可能33、34度的高温，对体力的流失来说是更加的辛苦。哇，这球打向游击方向，一个弹跳起来，再传向一垒。哦，这边应该还是来得及哦。有一垒顺利完成封杀。啊，持续推进跑者。对。再看一下这球重播，其实也是打得很强劲。一个弹跳之后传向一垒还是来得及。一垒手背很棒。是背号00号的许修贤哦，刚刚也是劈腿劈下去了，成功把这个球给接进手套当中，2人出局。但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现在是来到了2、3垒都有跑者。哇！第一球就积极做进攻，哇！也成功落地，是一支安打。现在还想要来拼第2位跑者，也成功回来得分。4局上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现在又逆转了，蛮精彩的，蛮精彩。再来看一下这球，哇！背号19号的刘妍柔。非常漂亮的安打哦，而且在垒上的跑者整个跑垒也相当的积极。
现在也让战神黑队这边是叫出暂停。可以看到战神黑队的教练哦，背号65号的杨奇佳。各位球迷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过去也是打过中华职棒的球员哦，是当时陈泰的投手哦。现在应该是要进行换投喽。哦，更换二垒手。哦，是先更换了守备的位置。来看一下目前战神灰队人员的调动。现在看起来，原本担任投手的朱广林，现在是先调往三垒。对，原来的三垒手卢明义换到游击去。是。那二垒手是更换一位球员，那投手目前还没有出来。对，目前投手球场还是空的哦。来看战神黑队的调度。对，现在裁判这边也还在等待战神黑队这里。好，现在投手上场会是背号17号的吴建伟。要来接替投球的任务哦。至于现在正守二垒手位置的是背号71号的谢明勋。那原本先发投手的42号的朱广林，现在是守到三垒的位置。比赛4局上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刚刚是靠着一支关键的长打，一口气抢下2分，现在又把领先给要了回去哦。这个半局攻下2分，现在3-2逆转超前。现在还是有持续在追加分数的机会哦。两人出局，二垒有跑者。打击的是1号的叶新华。哇，这里挥得很大力哦，是非常想要积极的做进攻。现场投手的球速比刚刚上一任投手的球速再快很许多。是。哇，又是一个内角的速球，又让打者给挥空。2好1坏，两人出局，二垒上有跑者。来一个外角的慢球，投手自己下球处理，传向一垒，是成功抓下这个半局的第3个出局数。不过4局上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是攻下2分，现在又以3-2取得1分的领先。
欢迎回来，继续跟着直播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比赛转播。这边也在提醒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在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官方 YouTube 频道，还有动资 Sports 以及 Hop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有进行转播的服务。现在这场由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对上身障棒协战神黑队的比赛来到4局下半。现在战神队打击轮到苏廷玉哦。刚刚4局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是一口气攻下2分，现在又取得1分的领先优势，比数来到3-2。就来看先发投手背号51号的简雨桐哦。在前面球队落后的情况之下，也是不断的面临失分危机，但都是最后用三振来化解。现在队友帮他又把领先给要了回去了，能不能持续稳住阵脚来投球哦？但面对战神黑队背号10号的苏廷玉，现在几颗坏球偏差多了一些，球数来到1好3坏。该走内角，但是偏差还是稍微多了一些，并没有得到主审的青睐哦。现在让战神黑队在4局下半的进攻，一开始也是有打者可以上垒，4坏球保送。继续打击轮到7号的卢明仪，我记得应该现在这个是第1棒，是对战神来说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哇，这球打向3垒方向，看了一下2垒之后，选择传往1垒，哇，弹跳多了一些，最后没有办法顺利接近手套当中，也让原本往2垒跑的苏廷玉视野趁机一口气来到了3垒哦，有点可惜，有点可惜。是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接球是完全没有问题。但因为一开始的弹跳就比较慢一些，所以要抓2垒是来不及了。但传往1垒的时候，这个弹跳也多了一些。那主要也是像我们球评陈教练前面就有不断提到，这个软式棒球弹跳会比较多啊，那整个弹跳也比较慢哦。对，这也是说软式说比较简单，其实没有，它有增加了更多的变化性。是。那现在对简雨桐来说压力又比较大了，因为打击轮到杨淑宪，哇，这球直接进手套，哇，相当漂亮的手背，接到之后传往本垒，直接抓到了跑者哦，打得很强劲哦，对，打得很强劲，就刚好可以接到。这边悟空队的游击手背号16号的陈昭莹，哦，接得很不错，对，接到之后。哇，脑袋非常清楚哦，直接给 home， 是第一时间就选择抓从3垒往本垒跑的跑者哦，化解了失分危机。刚刚正要讲简雨桐压力应该会蛮大，因为刚刚打击的背号63号的杨孙兴，其实前面几次的打击机会被他咬中的话，这个球都飞很远哦，真的。除了1局下半的2分炮，再看这球哦，这球其实也是打得非常棒，对。最后选择传本垒成功挡下这1分，哇！刚刚的守备表现非常的精彩哦，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继续打击，轮到背号27号的陈志伦，现在是1人出局，1垒有跑者的情况。哇！这球打向左外野方向，但刚好掠过了手套，要形成一支长打了。对，
现在是原本2垒上跑者回来没有问题哦。在4局下半，战神黑队又将比数给追平了。再来看一下这球，哇，打得非常强劲哦，左边平飞球直接越过了守备员。陈志伦的长打现在帮助团队又将比数给追平，而且现在是1人出局2-3的有跑者，战胜黑队还有机会再来追加分数。打击轮到00号的许修贤，这场比赛在前面几次守备的接球也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守备功夫。现在压力又落在了悟空女子棒球队的先发投手简雨桐身上哦。来看有没有办法再像前几个半局一样顺利来化解更多的失分危机。不过目前球数是陷入落后，没有好球，2个坏球。这球打高了，哇，非常深远，中右外野方向欧巴的长打，应该是也是2垒安打了。是，这下是直接清的，是一口气送回了2名跑者。哇，那战神黑队再追加2分。再来看一下这球，哇，一开始感觉是稍微有切到，但这个球员的挥击的力道 power 相当的足够哦。许修贤这一棒还是让小白球送向了中右外野方向的深处。现在让身障棒协战神黑队取得5-3的领先了。打击轮到徐耀俊，就打进场内，3垒手向前来处理，传往1垒。哇，这球很不容易哦，守得相当的漂亮。2人出局，但原本在2垒上的许修贤是乘船来到了3垒，有稳稳的拿下出局数哦，是一个很好的策略。现在打击轮到背号17号的吴建维，也是刚刚后来接替登板来投球的选手哦。2人出局，3垒上有跑者。又是主审，对，今天主审真的比较辛苦哦，蛮多反弹球都打到他身上的。给主审一个鼓励。现在球数是来到1好1坏，又是一个擦棒球。2好1坏，2人出局。吴建伟的打击，哇，这边金童又投出一个3振。不过战胜黑队这个半局还是靠着连续的长打，一口气攻下3分，现在是取得5-3的领先。
继续来看到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个预赛 B 组的最后场比赛，由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跟身障棒协战神黑队的交手。那比赛来到5局上半，刚刚4局下，战神黑队是一口气攻下3分哦，又把比数给逆转超前了。在5局上半，悟空女子棒球队第一位上场打击的就是先发投手简雨桐。也必须说，虽然说目前团队是处于落后，那他也是有掉分的情况之下，但其实掉分之后都能够有不错的展现，相当不错的3振能力啊。好像连续3局嘛，都是在有掉分危机下3振化解了这些被继续抢分的危机。是。战神黑队这边持续在投球的还是第2任投手背号17号的吴建伟哦。刚在四局上半也是及时登板来阻止了悟空女子棒球队的攻势。好，这边投手是主动叫一个暂停。对，跟捕手杨孙兴再多做一下沟通哦。球数良好一坏，投手的领先。哇，这球感觉差一点点哦。打着简雨桐自己感觉也是吓了一跳哦。2好2坏。哎呀！哇，稍微加快了球速，是让简雨桐挥棒落空，这边是吞下了3振。继续打击轮到背号16号的陈昭莹，在前一个半局有个相当漂亮的守备表现哦。这球稍微偏差多了一些，如果打者没有闪的话，应该会是触身球哦。但陈昭云是及时避开。在这么热的天气下面哦，进到后段比赛就是各位专注力的考验。是。确实，以现在正中午哦，也接近快要12点的时间了。现在气温显示34度，这个体感温度应该是更高哦。对，球员也确实是相当的辛苦啊。当然，不止球员，包括了主审、裁判，当然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甚至我们转播团队的摄影师伙伴们。满球数啊，这边外角低是成功钓到打者，让陈昭莹挥棒落空，2人出局。现在打击轮到易胜伦，也是在一开局就帮助球队打下分数的球员哦。现在5局上半2人出局了。哇，第一球挥得很猛，但是是挥空哦。
以现在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半局打完，是有直接结束的空间了。如果以前面的记录，因为现在这个比赛制度是7局2小时。15分钟前不开局，对，我记得是10分开打的。哦，是对，10分开打，所以要到10分的前，所以是55分会不开局，是所以应该还可以。是应该还有1局，第6局应该还是会打。现在以圣轮的打击，球数上是对打者有优势的1好3坏。哇，这球选择积极做进攻哦，但是挥棒落空。满球数2好3坏，2人出局。哎呀，又是挥棒落空，战胜黑队背号17号的投手吴建伟在这里又飙出了3振，也结束5局上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的攻势。欢迎再回来，继续透过直播来欣赏我们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场由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对上身障棒协战神黑队的赛事。比赛来到5局下半，战神黑队的进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这场比赛原本战神黑队的先发投手，后续是调动到来进行3垒守备背号42号的朱广林。那也可以看到他是有带跑的。就我们刚刚上个半局有讨论到，就是15分钟前不开局哦。我们打过5分钟结束1局，也打过50分钟1局结束不了的。有时候棒球比赛就是这样哦。是以出局数来决定那个半局的结束的时间哦。
确实有时候一个大局攻势下来，真的会有一个半局打到快1个小时的情况哦。哇，这边主审是拉弓拉吊，这边是投出了3振。再看一下这球的位置，哇，投得相当漂亮哦。投球的还是桃园悟空的先发投手，背号51号简宇彤。来看看这球打向左边方向，就是一个长打，是支长打。71号的谢明勋，在5局下半1人出局的情况之下，这时候敲出长打，又攻占了得点圈。确实打得非常的深远哦。今天左半边外野的球其实蛮多的。对。哦，现在我刚讲完，左外野手的手背是蛮辛苦的，现在是马上进行换人了。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手背上进行换人，将背号39号的易胜伦换下场哦。去打击的是背号12号的苏廷玉。5局下半1人出局，得点圈有跑者的情况。一好一坏啊！这球外角偏低，让打者挥空。球数上2好1坏，投手取得领先。这球简宇彤自己要处理没办法，但游击手接到之后再传往一垒，最后还是成功抓到了打者哦。这球其实处理的相当棒哦，因为球已经变得比较软弱了。是。所以在游击区前这个地方，真的是速度要赶快。对，哦，一垒手做得很好哦。对，一个弹跳哦，在手套前面的一个弹跳球，还是能够顺利的掌握也接住。2人出局。打击轮到7号的卢明仪。现在球数来到1好1坏，打击出去，这球打高了，内野上方，哇！但最后没有守备的机会，但最后球一个反弹，就形成了界外啊。悟空队这边的捕手也是相当积极，最后是扑下去哦。背号81号的陈真燕，但稍微可惜了一些。一开始应该是比较没有找到球的位置。对，第一时间在判断上比较慢了一些，最后选择用扑的方式，但没有办法将球给接近手套。在烈日之下，我觉得真的捕手真的都是超级厉害的。对，真的非常的辛苦啊。对，一场投手投几颗，捕手就投几颗，
要回传球给投手，就是球速上的使用、体力上的限制，还要背个护具。手又打高了，但最后是出界，形成界外飞球。卢明的打击球数2好1坏。哇，这颗感觉是投得很不错，但最后主审并没有捡，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一个很棒的想法哦。前面来了一个 high fastball， 后来上一个稍微慢一点的吊球。哇！这球感觉是咬得相当扎实，球落在左外野的深处，又是一支长打。在2人出局的情况之下，罗明再补上一支2垒安打，再帮助战神黑队要来追加分数，现在来到6比3的领先。哇，那对，时间到了。是刚刚也有跟球评也有提到，我们这个出口杯的赛制是采取7局或是2小时的比赛时间限制哦。那主要是如果在剩余的时间不足15分钟的情况之下，那现在就会直接来裁定比赛的胜负哦。因为刚好战神他是后攻的，虽然还有就是时间刚到，那还有几个出局数，那他也是一直攻击的分数比较长，所以等于悟空没有任何的机会了。是，很可惜，刚刚那个捕手上方的飞球接起来，可能就还可以再打半局。是，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对，那最后身障棒协战神黑队就还是以6比3的分数来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也晋级到后续的季军赛哦。等于要连续出赛，战神黑连着待会就会继续打季军赛。对，那这边也是恭喜的身障战神黑队，最后是以6比3抢下了胜利。比赛当中也是有相当让人印象深刻的时刻啊。这边还是也稍微请我们陈教练稍微对于这场比赛2队的表现有什么样，觉得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哦，我觉得这一场在开先发投手，大家的好球率其实都蛮好的，是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那攻击方面来说，悟空比昨天的表现，他的攻击的稳定度，他攻击到的成功的几率也都更高，所以前面有一度的领先，然后甚至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都还可以咬回，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不错。那当然，身障棒球队他在软式练习的时间比较长，他对击球的掌握更好，所以他那个外野飞球的力道，那个真的都是就是没话说的。对，有几次甚至还有看到球员有全垒打的演出哦。战神黑队的表现相当出色，但同样还是要再给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相当大的肯定，这场比赛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内容。那这边这场比赛最后还是要恭喜战神黑队是以6比3来抢下最后的胜利。那同时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也在此告一段落。我们也非常感谢陈教练的讲评。那我是林志儒，这边也相当感谢您的收看，代表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还有辛苦的手语老师以及听打老师，感谢你的收看。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带来出口杯的接下来一首季军战跟冠军战的转播服务。我们下一场精彩的比赛再见了，拜拜。